什么话题？就讲那例子呗，讲哪个例子吧？讲之前讲那个，就是刚才说臆想那个啊，对，臆想那个啊，你咋说？我就跟你俩当个人似的。就随便问，好吗？已经开始了，老师进入状态，老师靠脸，喝的津津有味儿的。师傅，咱讲个案例吧，就是之前你不是去过那个就是一个别墅对，别墅的那个，就是有异响，有什么走路的呀，还有什么门窗都有声音的那个，那是怎么回事？你俩听谁说的？我师哥说的，你师哥。到时候我微信我说的以那种。咱这随便聊聊，他不是这个老板不是说的反正可悬了。啊，他说的玄的呼啦的，然后也没那啥，你是因为告诉你有异响，有人走动、就有人咳嗽，走的路的声音，对，因为那是不是他走的？不是这种，真是不是一个人听的。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在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在楼房里头总能听到弹玻璃珠的声音，就跟这个差不多。然后我师兄也没有说的太明白。给你讲一下子啊。这个呢，我是去了他们家。它是一个别墅群。别墅群。是它的北面和它的东面都是有一个那种丘陵的那种山丘来环着的。它前面是一个就是人工造的一个湖。正冲着吗？就是对，这就是别墅前面的人工的一个湖。然后它这个别墅群进来的那个通道只能从西边进，然后进车只能从西边进。前面那个人工湖就是只能是步行，就是不能去走那车，就是一个休闲的地方。明白。然后那个里边还养了很多鱼。就是环境很漂亮。然后还有亭子，还有这个绿化。然后它后边的这个和它东边的这个就是它的北边和它的东边的山丘的草地和绿植，还有这个是灌丛种的都特别漂亮。就是整个这一个别墅就在这个就整个它的连后边的那个山丘和东边的山丘算上的话，它的就是那个绿植面积特别大。然后它的那个别墅群里边的那种花海也特别多，就是处着感官非常好。好像很优雅的那种。那挺贵呀，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挺贵呀。这个贵吧，咱也没问人家价格，这个不是咱关心的事儿。请咱去是解决问题。我去了呢，他们家这把大门，因为坐的车嘛，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呀。领定坐这好车，咱感觉还挺紧张。完了，就是心里紧张。完了那个，奔那个就是那个小区，就是这个别墅群的一个大门就很气派了。就进来了。进来完，他们家呢是在这个别墅群的紧东边，就紧东边最后一那个户。他的别墅群总共是分了一趟两趟，分了3趟。他是第一趟的紧东边那个，我看第一趟、第二趟户，他是第3趟的紧东边那个户。他是整个的这个别墅群当中最大的一家。这个为啥说最大一家，而不是说它的平米比别人大，是它的花园前边的院是整个小区是最大的。然后它这个门冲西边开。然后这个车就进去了。进去之后给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大门的前面有个屏风。这个车呀，反正也长点，得需要往后倒一次，再拐一下才能过去。我一看，我说这屏风设计的挺碍事儿。这么不匀吗？对，就它的距离，因为人家那个车是迈巴赫嘛，得有5米多长。就是进去的话，车还得往后再退一下，然后前头才能拐进去。要直接拐是进不去的。要是咱们这种小汽车的话，肯定是一下就进去了。那他那车比较长，我问他，我说这个为什么不往里边再设计点呢？他俩太太一句话给我逗得乐。你知道是咋说的吗？告诉我，他说那个小师傅，
那个当时请的大师就告诉了，这个屏风就只能放在这儿，说远的也不中，近的也不中。我们也觉得很害事，给我说的，其实我内心想笑，我还没敢表现出来。我觉得咱别抨击某大师啊，这屏风给设计的相当漂亮啊。完我问他，我说那个请大师花多少钱呢？他说别说请大师花多少钱了，我做这屏风就花了30个 W。你的意思是，他请你和师哥去之前，他就已经找人看过了，是吗？对呀、然后不得，这是你听我讲啊，他这就证明他找人看过了嘛，因为这屏风是大师的手里嘛，知道吧？完了车到那个停车位停好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别人的那个树了，不得去喝茶嘛，先聊聊，我人去了以后就让我干活啊，因为这个南方的天气很热，然后夏天去的，它冬天也很热，夏天更热，然后我冬天那儿就咱们过年那阵儿，那边儿还只穿一个小单衣30多呢吗？22、23度，20多度，冬天也有22、23度。那行，完了，然后我就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我喝的老班章，老班长，普洱的老班章，我一看这个拿它当上宾呢，我在这嘎也没做，我感觉这个我进屋，然后人家那个太太就问我了，不是太太的妈妈，应该是老板的岳母呗，就问我了，说这个师傅那个你从我这儿一内坐，你有何感受啊？感觉到我这房子气场如何呀？给我问的很尴尬。就考考你呗。对呀，不是人家认为这个师傅都有这种特异功能然后我带着你师哥和你师妹，知道吗？我们环视了一圈儿。你俩知道密宗有一个菩萨非常那个就是驱魔辟邪的吗？知道。就是见过这个画像，不知道叫什么名儿，就是不知道叫金刚手菩萨。对，叫金刚手菩萨。好家伙，瞅着老威武了。因为先要出魔的。得有3尺高吧，1米。对，将近1米，是人家在某大师的指点。因为我跟他们我看到了。我说气场，我看到了这个，我就回答了那个他的岳母。我说这气场不凡。这房子，我说，他说是房子气场不凡呢，还是啥气场？我说这个菩萨的气场不凡。这也是同一个人，这个干屏风那个吗？不是，你听我跟你聊啊，他那个他岳母问我啥气场不凡，我说不是房子气场不凡，我说这个金刚手菩萨气场不凡的。看这样，这个法身的这个材质，和他这个造的型，还有他这个绘画的程度，很昂贵。气场相当大，就把我给震撼了。完了，我就问我说这个也是，上任就是你上次请来的那个石头设计不是？他那太太回答我不那是，这是出自一个密宗的一个大师的那个方法，那个给设计的，特意上西藏，请回来。我说请这花贵呢，他说这一个像，就是120个 W。哎呦我去！不包括大师回来给加持。哎呦我去！我说要不这家气场不凡的，我内心想，原来不是这个做工很好，金钱的味道。完了那个是得好，对得起这个价钱。完了人家那个他岳母，就是从内心里边很抵触我，说我只说了这个他请来的这个菩萨不凡，就是金刚手菩萨不凡，那个没有说他房子的问题，然后我一看，咱不得观察人家吗？对，我一看咱别老哥，我说那个徒弟们把家伙事拿出来干活吧，你师妹跟你师哥就把东西就拿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干活，通过测量5小时后，得出来个
接待我了。我说你这个屏风立完了，你这个院儿还是异响不断，怪事淋淋，就是怪事特别多。然后我说你这个金刚手菩萨气场不凡，花了你120个 W，也没有解决你这个房子的怪的事。他岳母这回来精神了。他说小师傅你说的很对呀，一点儿没解决呀。然后就拉，因为你师妹是女孩子嘛，就拉着你小师妹的手就说，该有走路的声音，还有走路的声音，我睡眠不好，我就怪孩子不听话。晚上那个有声音。然后他说那个孩子跟我说，姥姥就怕你睡眠不好，我睡不到，我连手机都没拿，我就静静的躺在床上。他说姥姥，我寻思你睡不着，在楼里走。他们互相质问对方，谁也没在这楼里走，然后还能听见叹气的声音，就这样。这不是他家自己人？不是。然后这客厅干啥呀？在哪？他们在卧室里边就安静下来就会听到，连人都能听得到。然后呢，在时不时的就会听见这个哪个衣柜的门，嘎吱一下。哎呀，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闹鬼呗。不要用这种理论去说。只能心里知道，但是不能说。测量完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咱先别提我看的好与坏。我出厂的费用先不用给。咱来的时候我说不就说了吗？出厂费用先付50%，我干完活再付50%。我说不用。你去跟物业沟通一下，我就需要一个地方去改造。如果改造完了没有声音，全额付给我。然后再谈下一步的设计。他说可以。那漏点的。对，然后他们就去沟通了，沟通完了之后说可以。他西边进来个门，就是他的大门。你知道吗？沟通完了得有2天吧，回答我的。那妈妈我们在宾馆嘛，回答我，然后行了，我来了。我说第一件事这屏风拆掉。30W。他老丈母娘就是和他的爱人很尴尬。说这东西很贵的。对呀。因为镶的那个瓷砖都是进口的。哎呦，就是非常漂亮，就是那种仿古砖，那一块砖都不会低于500块钱。哎呦我去！就是说完还上面有很多拼图。然后还安的那种灯，都非常贵的灯。完了这一提拆，我说要不拆了解决不了。完了就是那个他的男主人说，拆掉。必须拆。有魄力啊！对，你知道第一个拆的是谁去？他岳父。拿个大榔头，照那个屏风，咣就一下子。我告诉你，厉害你也没管用，还挺碍事。我还憋不住乐。完了就给凿了。凿完了之后，我按鲁班的阴阳尺，计算好了8门的方位，让他在东方，因为他沟通好了嘛。我说这个门可以不用，但是这边必须按鲁班尺的尺寸，这边给我抠个门。抠完门之后，然后我告诉好它的颜色，这边门安上了。我说你回家去品尝去，我先回家。你品尝2个月之后给我打电话。如果没有声了，然后你把钱就这次的出厂费要付给我。然后再谈下一步的设计。他说下一步还需要设计吗？我说因为你这房子是7月楼。你是2000年建造的。现在已经。就是我去的时候是8个月。我说你设计完了会旺8和9月。我说能保证你27年吧。风水是相当旺的。我说你这个格局可以设计出来。我说你要想设计你就设计，要是不想设计你就把我解决这个问题的钱付给我就得了。然后我就走了。1个月之后，他岳父是非常的一个那种文静的人，就是不善于言谈的。老学究。对。就是过去的在体制内的高干。他们家是做红木生意，是做红木生意的，就是他的姑爷。
他们的认识就是他们夫妻俩的认识就是，他岳父跟他的公公，就是跟那个男方的爸爸，他们是就是有交往，所以说才促使他们在一起的。就这个男方的他们父亲，就是做红木生意的，只是老爷子没得早。完了是男主人亲自给我打的电话，1个月后非常感谢，什么异响都没了，然后那个是把费用付给我，尤其他岳父很激动，把电话接回来，他说他当时他们2口子到你这找第3个大律师，他说我非常不相信大律师，我是受到了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他们没解决了，我更不相信了。你来的时候我很抵触，哎，所以说我没跟你聊那天。他说现在你解决了我们家的问题，我相信了。那个没有事儿了，我们全家都特别安静的，感觉非常棒。这笔费用支付给你，还请你来做一下那个风水。就是这样的事儿。那后来那个密宗那个屏风拆了，那密宗的那个啥呢？密宗那个气场太足，我让他自行安排的。这个气场太足了，咱这个就不行是吧？对，主要是抬不动，让他雇人抬吧，这个东西咱安排不了。我说要是不中的话，你看看哪个庙宇新建的，你捐给人家就得了。我说在家中，按真正的风水学来说，在家中供神像会影响风水气场的。那你一般抽起反作用的。对。那你120个 W 那可就没了。那这个，所以说咱不给人家建议啊，就说自行解决，随意。我只干我的活儿，他要是那个他想咋安排就咋安排。但是等我下次去给设计风水改建造装修的，就是整个全部都新装嘛。我给他设计的，因为他这个房子很明亮，我给他设计的就是意大利简约风。就是意式简约风，给他设计完了，庭院我也设计的怎么来走那个水，就是整个设计完了，然后那个跟那个装修公司对的接，给出的渲染图，加上那个施工图，那个他家为啥会有这种声响啊？就是吓人倒怪的这种声响。他首先来的这条路是直路，直的，他站的宫位是对宫。对宫五行属那军属金，然后星呢属破，属于是破军，代表刀剑，它首先就代表刀和剑。你来的这条路就是直的，直的就是一个枪煞，然后它的象星的飞宫正好是2黑道，2黑是主孤寡和鬼魅，就是引来他该引来的东西，然后这个院子充斥了这种的那种煞气和他引来的东西，我在他的吉门用鲁班的阴阳尺给他开了个门，将他的煞气和他引来的东西给他引出去了。因为他这个大门他不能改，他改了，人家小区不可能就是说这种别墅群不可能重新给他改一条路，对吧？你说给大门挪别墅的，他不支持。所以说就得用鲁班的术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风水师，你不懂鲁班术和不懂风水术，不懂它这种现代的装修的设计的美学，你不能称之你是风水师。你到人家这嘎给安排个神位，那嘎给安排个屏风，你干啥呢？那是，你不感觉还是很影响美观吗？大师，这气场多足！你看大屏风还是这。但是等我去的时候，他们家已经都变成就是已经砸成清水了。按我的要求，整个连门啥全拆了。然后关于那个叫那120个 W 那菩萨上哪去了，我也不知道了。那请哪儿去？这个问题我感觉是人家的伤痛，咱不能提。对呀，毕竟是花了那么多钱请来的，本来以为会起大作用，没想到没起作用，确实是挺烧钱的。但是对他们的家庭来说，烧钱倒次要，谈不到这儿，是很郁闷。尤其他的岳父因为让人骗了，
对，就是很郁闷啊。得亏这个大师是海外的，这要是海内的话，我估计他岳父会托关系给这抓起来。就是人家倒不是怕花钱，影响了人家的心情。确实被骗了。那确实是。那后来呢？后来就是后来是他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之后，然后你就给他重新进行设计了，是吗？对，他房子变成了清水房，就是该搬的东西连窗户门全卸了掉，院的所有的绿植全部拔了掉，按我规范的水法，按我规范的草莓坪，那个游泳池，那个来水和走那水，还有那个布局，整个我给他出的设计图纸。现在已经住了7、8年了。跟我有微信，每年都联系。咱喝的这个特别好的茶的叶，都是人家给寄来的，非常感谢。告诉了别的做不到。我们在福建就是自己在高山包了茶厂，只是我做出的茶分3、6、9等嘛，破的就是批发出去了，好的送给客户，然后更高级的留给自己喝来待客。然后送给咱的就是人家待客的最高级的茶，一年送给你一个7、8斤吧。就是很多生意人是很讲究，这个就是应该是很讲究道义。就是很讲究道义，就这样人他做生意才会长久。首先有格局，然后做事才会长久。对。哎呀，所以说，就他那个岳母那神态，挺好。我看我那神像说给我就这个气场给我那啥受到了影响，他岳母那跟吃苦瓜那感觉，那样看着不得寻思。内心里我内心里是在骂我。那对呗。因为你们跟我说房子，先说这个干啥呀？因为我是被这个神像的这个做工和这个材质。给我吸引的，非常棒，就是没有作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艺品，因为价格搁那摆着呢。对，送给有用的人吧。